这样想的。然后我主楼这边专门留了一块地做鱼池，然后因为下面我是空的，下面是厨房，所以他就是怕这个楼板的承受能力。我专门是到网上选了一种麦秆的化石，因为这种石头的特点它是比较轻，然后吸水，就是比较容易长出青苔，会更加好看一点。一般像楼顶的空中花园，选这种石头也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价格。其实价格不贵的，我是自己把尺寸量好了以后，在网上找这种石头，然后把尺寸报给客服，他们会按照你的那个尺寸来定制你大概喜欢的款式，就是高度还有长度报给他。他设计好了以后，他们会把每一块石头都做有编码，按照编码在每一块再寄过来，而且这种石头不重，自己就可以组装好。整个成本像我这么大也就2000多，不到3000，是不是很便宜呀？这是我拍的整个制作过程，就是石头放上去以后，如果觉得还不是很稳固的话，用那个粘胶泥把它给稍微扇一下，然后它整个假山就比较牢了。是不是觉得比较简单呀？没有想象中别人做个假山那么复杂。它后面还有一个水管，等我这个弄好了以后，我再拍给大家看一下整体效果。整个假山就做好咯，然后在院子里面整体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就拍到这里了，拜拜咯。大家好，我是影子，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院子里面的石板路。因为我院子整体就是周边的环境会比较复杂一些，除了那个树林，然后就是菜地。院子的话，我就想着尽量让它简洁一些，就用了这种石板来铺路。没有铺到的地方，就用那种草皮把它给相间开来。大块的老石板我也是从网上淘的，它是台州那边的房子，然后拆下来的一块一块的，再按照自己的面积去配出来的，就是大概有这么多的石板。我当时也在婺源有想去淘那种老石板，然后婺源的石板它不规整，虽然是青石的，就是它比较小块拼起来的话，我感觉好繁琐，也就说不怎么清爽，我还是喜欢这种简简单单、清清爽爽的这样子走路会比较好一点。做石板的师傅都是从村里面请来的，像我们一般乡村小道啊，都是他们师傅的啊，真的特别专业，然后也很能吃苦。这就是整体铺好后的效果，方方正正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简简单单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拜拜了。做老砖，我院子里面很多地方都有用到这种老砖，并且师傅们也很精心的帮我做。像这个走廊边上这里，因为这地方靠山，然后想到做一些堤坝，然后把它给牢固一下，然后我就选择了这种老砖，然后做起来的效果就这样子，好不好看？我真的不是一点的喜欢这种老物件，然后所以我在尽量能够融合它的元素下面都给它结合起来。我现在在做的这一面墙，它是负一楼的一个餐饮的包厢，然后这两边刚好以前是卷闸门的，我把它改成了两面文化墙，都用了这种老砖。很多地方都有用，像这地方就是菜地的边上啊，铺地的，还有边上的这个堤坝，都是收来的老砖。
边附属楼的一些公共区域，这样子用这种标准的老砖做出来，有没有很好看呀？然后这边菜地边上的堤坝，师傅们都很用心的去拼凑，现在时间有点长，长了好多草，没有清理，因为这里还得要做一个壁炉，还没做好。这是附属楼的2楼，上面呢这些公共区域。楼的侧面这里也是，因为不想让它做白色的，就是平时的白墙，所以也选择了老砖。这是主楼3楼的楼顶花园，然后这些花台都是挑上来，然后用老砖砌出来的。还有就是这一面文化墙啦。我家是不是用了特别多的这种老砖呀？但是做起来就是师傅比较费力，但是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看的。然后我就期待它就是变得更老以后，长一些青苔啊，配的都是老工匠在乡下做好了以后再拿过来拼接的。村里的老工匠都比较专业，尽量都按照那种榫卯结构来做的，很少用到钉子。在这里我是用了延时拍摄的，就是拍摄他们整个制作的过程。做好的内部结构大概就这样子。这个盖瓦的师傅也真的很不容易，年纪蛮大了，他做的特别的细心。每一片瓦基本上就是分毫不差的给铺上去的。我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待在这里跟他们一起工作，他们是2父子啊，非常的敬业啊，但是也真的是很辛苦，因为这2天在婺源还是蛮热的。这2天把门楼的瓦给盖好了，然后他们接下来2天还得要盖亭子的瓦，因为这种亭子它有那种翘角，所以盖瓦的师傅都比较讲究，一般的师傅他盖不了这种专业的这种瓦片。做好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今天就到这里，拜拜啦！大家好，我是敏芝。这段时间一直都忙着整理院子，然后还有跟师傅的沟通，就比较少时间去做视频。哎呀，我就用手机直接拍一下，直接在上面跟大家聊聊吧。上个视频可以看到我去买了一个时钟，然后穿了这个裙子。回来以后就懒得换了，看到院子比较脏，就直接开工了。后壁是准备做草坪的，因为装修的时候有那个挖机，它有开进来，把它给压得很紧，而且里面堆积了很多建筑垃圾，用锄头根本就挖不开，所以只能用这个钻机把它给钻松掉，再把建筑垃圾给清理出去。这些都是一些碎的砖块呀、石头之类的。如果就是怕它混到这个土里以后，怕以后的那个草皮不好生长，所以都要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整理好。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推车，然后不怎么会，
还好门口大姐她看到我也弄不好，然后她就教我一点一点的教我该怎么去推，怎么去倒垃圾。不会用了，因为感觉好像比想象中的要难一点。现在多运了几车，就比较熟练了。看一下我现在的神操作吧，有没有合格呀？天气太热了。大家好，我是影子。现在看到的这面墙是靠山边菜地的一个护栏。没做之前是这样子的，每年涨水的时候，这里容易塌下来，所以就在这里做几根柱子。有1米深哎哈，是浇柱子吗？继续塌啊。工程不是很大，所以基本全靠我们自己来做。哇，1米也是全用手工一点一点的来挖的。来的是做碰刀了，是我们的推车。从搬水到挑，然后还有挑砖、砌砖，我基本每天都有在这里，然后跟大家一起工作。也是累得不行，但是也蛮开心的。在这之前我也没有挑过，不知道挑肩膀会很痛，然后挑了几天过后就还好吧，也坚持下来了。因为挖了有1米多的那个洞，挖了有几个，所以得全部都用水泥给它填满，然后弄上钢筋。这样子的话，整个山棒才比较牢固一点。我现在是把这个土给清理开来，然后柱子与柱子之间也是用钢筋水泥把它给就是融合到一个整体，这样就是到时候雨水再大的话，它都不会坍塌下来。这一个山棒差不多都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才完全的做好。现在是在搭那个木盒子，搭好了以后就好把那个水泥给倒进去，然后整个柱子就形成了。
这几天不是在挑水泥，就是在挑砖头。都是之前我收集的一些老砖块，因为下面几层都是用老砖块砌的，所以这面墙也用了这种老砖块，这样砌起来会更好看一些吧。总体的上磅我也是选择了比较简洁的，就直接用砖块砌起来就好了，然后再种点花花草草之类的，就没有像太乡村一些罐子呀、石磨之类的，我想那样太过于花哨了，所以还是选择了简洁为主。前些日子跟师傅一起学了一下砌墙，所以这面墙我就跟师傅说让我自己独立完成。我砌的还是有一点歪，不是很完美，但是最起码还是比较牢的。我还是很有信心它牢固，最起码不会倒塌。砌到了一半，突然第二天又接着砌，就这里我都砌了2个下午吧。就是我砌好的成果，当然它做起来还算是蛮快的，也就2个星期就做好了。亭子整体的内部结构全部都是用木头做的，这些木头也都是在婺源当地去买的，就是按照尺寸，里面每一根儿都是师傅全部用手工打磨，就是抛开。用最原始的做法，就是用那个抛子，然后用手工打磨，尽量的用榫卯结构，极少是用到钉子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位师傅，我前期有专门为他拍过一段视频，因为这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点。他今年76岁了。因为琴子是要上到钉子上就去做手工的嘛，哎呀，我看他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上上下下根本就没有一点看不出是76岁的老人家，然后做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敬业。反正做这个亭子我的感动点还是蛮多的。厉害。做好的亭子内部大概就是这样子，原木的。到后期是会上漆的，就是跟整体的房子要协调嘛，所以会把它上成复古的油漆，也防腐这样。雕刻我是用的比较少的，就是偶尔点缀一下，用了一些就是这种托用了一点雕刻。亭子是分2层的。现在我们看到是在做下面1层，其实到柱子的顶上都是要有一个斜度做上去的。这位师傅就是我等了很久的上瓦的师傅，我其他房子的瓦都已经上好了，然后就这个亭子和门楼的复古瓦一直都在等到他过来帮忙做。你看他都是很用心，他整个亭子的屋面我感觉就是像在绣花一样的，一点一点的做上去。我还专门帮他拍了很多图片，然后做到微头条里面，浏览量都蛮高的，反正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看他做事好像他不是在做一件工程，而是在做他个人的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一种成就感吧。反正我就很能深切的感受到他在做每一块瓦的那种用心，还有那种工匠的精神完全体现出来了。做到这里准备封顶的时候，师傅还专门叫我写了一张纸条，就是这个亭子的建成年月，还有师傅名字之类的。但是亭子名字没想好，所以就没写名字。大家可不可以帮我想一个名字呀？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拜拜喽。
的民宿装修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然后现在就是房间里面的一些家具，还有床的一些定制，所以这2天一直都待在房子里面量尺寸，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怎么样去布置它，感觉会更加温馨一些。还有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喝茶，所以在整栋房子里面茶室挺多的，几乎每一层都会有茶具，还有茶桌。然后我就想走到哪里都可以静下来，然后看一本书，喝一口茶这样子。对于茶桌的要求，我不太喜欢到网上买，或者是一些普通的那种随处都能买到的吧，所以我就尽量想淘一些古老的元素融合进去。淘这种老物件也挺纠结的，喜欢的吧价格又太贵了，便宜的嘛又没什么特点，自己又不是很喜欢。今天我来到这里是一个旧货市场，也就是那种老房子拆下来以后的一些旧木料，我就想能够在这里淘到一些自己比较心仪的，然后就是请师傅回家帮我定制，按照房子的尺寸来定制，然后也可以融合一些自己喜欢的元素进去。自己定制的家具虽然可能没有说就是用钱堆出来的那种土豪的感觉，但是最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真的愿意花很多的时间，然后会很用心的去对待我就是每一件精挑细选的物件吧。走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一个好奇怪的现象，物园养的鸡怎么都是一只大公鸡，好多母鸡的感觉呀。有时候惊喜会在不经意间就会出来的。我突然看到这里好多那种门板，这种板材的木料都是用那种山上的杂木做的。我们这边是用那种朱树，就是比较坚硬，然后很重的一种木板。我就用这种老木板，然后来改茶桌也挺好的。一间还看到了这里有雕刻的钱币。那个老板说这是钱串，开门见钱的意思，我觉得挺有缘的，然后我就把它给收了。今天到这里还是没有白来，最起码找到自己喜欢的几块比较实在的门板。我的茶桌基本上有着落了。这就是我今天淘到的木板，要看我把它们用在哪里，要关注我。大家好，我是影子，看到院子边上这2个店面了吗？我把它整理出来，准备做一个手工坊，还有一个汉服体验馆。店面的装修我就尽量还是以复古为主。手工坊的话，我特意淘了一些就是这种纯手工制作的一些老物件，就是尽量装修的更加古朴，然后匠心一点的感觉吧。我每次装修的时候缺点什么东西，我都到我们当地一家就是专门收这种古玩的一个老板，他人特别好，反正给我的价格什么的也都很实在，我一缺什么就到他这里来补啊，所以我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我一无聊的时候也会到他这里来逛，因为淘这些东西是讲缘分的，它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有，或者是指定一些什么物件，就是当你去的时候有碰到合心意的，然后就拿，如果没有碰到，有时候也会没有吧。今天淘了2个这种车轮子，应该是以前用在马车上的轮子吧，做工反正都挺精细的，刚好用到手工坊里面，还是就是有那种粗犷的感觉，自然的感觉吧。我相信搭配起来应该会很美。
像我这种爱买东西的，每次来基本都不会扑空。像这种罐子都是我们婺源当地的老房子里面拆出来的，然后每个形状都不一样，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吧。我以前就淘了好多回去种花，也有一些是用来就是插花。你看，像这种都是很古老的一种雕刻，虽然很粗糙，但是也有它体现它不同的美吧。其实我们这边离景德镇很近，每次去景德镇买的时候，它瓷器也是非常精美的。可是总感觉没有这种韵味儿，就它的韵味儿还是不一样的。我就相比起来，我还是更加喜欢这种原始的这种陶艺，虽然不怎么值钱哈。这些年，自从我爱上逛这种店以后，我就很少去逛那种服装店买衣服之类的，我就基本上零花钱都花在了这些物件上了。所以有时候我也感叹，爱好就是一种病啊，得治。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等我装修好了2个小店面再拍给大家看，拜拜咯。大家好，我是影子。之前有看过我装修民宿的视频的网友都应该知道，在院子里面，我这个房间边上种的是竹子，特别的仙气，也特别的美。但是因为我池塘边上这里隔开的时候没有做防水，然后竹子的根就一直泡在水里，所以就没有种活。我把竹子全部重新挖掉了以后，专门买了盆种成了莲花。但是这个夏天还是没有让我失望，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它原本一开门就看到的竹林，现在变成了荷花。让我意想不到的就是里面的睡莲开的时间特别的长，从3月份以来一直开到了8月份。这种本地莲开的时间会短一点，总体来说也有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会陆陆续续的开放吧。我经常坐在池塘边上，还会幻想以前我营造的竹林氛围，现在还是有一点不舍得。好啦，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的池塘是什么样子的。你们觉得我以前的竹林好看，还是现在的荷花池好看呀？评论区告诉我哦。你打开看呀，怎么样？大家好，我是影子。今天收到了网友给我寄的老木桩，他看我比较喜欢，他说他们当地特别多，然后就给我寄了几个的一个，里面水分特别足，好甜好甜哦，好感动。我在西瓜视频这个平台视频记录到现在有100多天，中间也有过像放弃记录，因为就是我一边装修一边记录，确实会比较辛苦一点。后面但是真的认识了好多朋友，他们都给我鼓励，
能收到陌生朋友，然后来自远方的祝福，其实这不就是我最开始想要做民宿的初衷吗？虽然我民宿还没有开业，装修到后期压力也会更大一点，但是一路上有你们的陪伴，我就好像也忘了生活中很多的不如意，还有就是就是其他的一些繁琐的事情吧。真的好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与支持。这是我打磨出来的样子，还没有上漆，外面再上一层清漆的话，它就不容易腐烂。好看吗？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咯。大家好，我是影子。我的民宿装修到现在其实已经3年多了，开始2年我一直在经营我自己的公司，我没有记录，就是自己花钱然后让别人做的，所以2年前我是一直没有拍视频。2020年的这个疫情隔离以后吧，对生意也挺有影响的。我就是从小区一开始能够出门以后，我就自己到民宿来记录自己装修的点点滴滴。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对于装修来讲的话，我之前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全靠自己边做边学。不光是就是要考虑怎么样去装修它会更加全面，还得要很多要自己动手。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似乎好像习惯了这种生活，也有可能是从潜意识里面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吧。对于这个民宿，在我心里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宿，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养老的场所。我感觉我有时候在想，我就这样退休，然后慢慢的这样老去，养花种菜，过点这种简单的生活，其实也挺好的。我好像严重怀疑我现在就是从心理年龄上自己已经非常的衰老了。我每天其实非常忙，我不光要整理院子，还有山边上的一些土地，包括到后期餐厅的餐具、床垫、床，还有每个房间的布置，我都在就是穿插的在行动当中。室内的装修和室外的花草，都尽可能的结合起来一起做。中间这一小部分花了2天的时间把它给挖开，然后气化台，再让水电工把两边斜着鱼池的活水给接好了，还有地灯的线给买好了。现在要把它填回来，再浇上那个水泥，做上防腐的地板。一小块长大概5米多，我准备摆一个长桌，就是做西餐厅的一个户外的一个聚会场所。如果不摆西餐，也可以作为茶话会之类的。是我以物易物换的书，好多网友寄给我，我已经收到了。因为一直忙着，所以还没有拍视频对大家。大家好，我是影子。我民宿的大门做好了以后一直没喷漆，今天师傅过来把这个大门的门全部把它喷成整栋房子一样的颜色，就是这种复古色。这种颜色就比较接近那种旧木头，然后上了一层木纳漆的那种感觉，起到保护木头，看起来也比较舒服吧。亭子也一样的，就是做好了就一直没有喷漆，这2天天气好就把亭子一起喷好了。喷完漆以后就可以拆架子了。哎呀，之前一直拍照片啊，都感觉到这里好乱啊，院子又不好收，因为搭了这种架子，好多竹竿嘛。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把架子拆了就好看好多，整体都好看了。亭子
的下方是鱼池，所以有设计一块玻璃的，就是玻璃的一个地板。现在师傅他们刚好过来把它给装好。其实现在目前我还没有想到这一块应该放一个什么桌子会更好看，更古风一点。就是可以方便泡茶，又不想摆凳子，所以而且还得要很才艺。哎呀，这一块我真的没想到要怎么去做。如果有好的建议的话，我希望网友们可以给我提一些更好的就是意见，怎么样去放它更有感觉一点。谢谢啦。大门跟亭子之间，我是采用了那个婺源乡下的老石板。当时买的不是很多，所以这条小路还是勉强够的。这样铺起来的话，就是走路会方便一点嘛。其他地方都是草皮。现在整个院子基本就这样子了。过2天再把垃圾给清理掉，铺上草皮的话，做好绿化，院子就基本上完工咯。哈哈，好有成就感哟！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咯。大家好，我是影子。我因为特别喜欢就是那种烟火气息，所以我专门找师傅来帮我打了那个柴火灶。所以亭子上面的架子拆下来以后，我就直接把它给都收集起来，就是一块一块的把它给绑好了，到时候可以用来烧火做饭。整个院子的装修接近尾声了，剩下整理，把所有的就是垃圾都清理掉，再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院子我还是以简洁为主，因为周边都是树林，然后菜地，所以院子我想用草皮来就是让它更加清爽一点，有禅意风一些吧。这2天迷工师傅们都有过来，然后把我的汉服坊和手工坊的瓷砖也给装好了，剩下的基本就是木工师傅的活了。因为院子装修时间太长，所以里面好多的东西都需要清理。看到我这个小院里面有种热火朝天的感觉没？哈哈。像这块地，我是把它铺成了石板路，做一个壁炉，就是烧烤之类的会方便一些。整个院子大概就清理的差不多了，哎呀，再清理2天应该就可以了。好了，我要继续去干活啦，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喽。大家好，我是影子。这1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看我的视频都是在折腾这个院子。比如这个位置，本来这里是准备做草皮，然后上面放一个石桌，就是平时可以户外喝茶。后来考虑了一下，因为喝茶的地方确实太多了，然后这个位置刚好离就是西餐厅比较近，边上又有一个水池。所以我就索性直接把它改成一个户外的一个西餐厅，就是直接在户外可以吃饭，也可以喝茶。我比较喜欢种花，我就把这边上就是靠墙的地方做一个围墙，把它给围起来。我整栋房子没有一个系统的就是一个装修图，几乎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还有经验，在一点一点觉得哪里应该怎么样去做，马上就应该怎么去改它。就是这样子的装修成本会更高一些。首先不说自己就是付出的时间跟精力吧，还有就是配师傅的时间也会耽误的更多一些。因为师傅们没有图纸，全靠我们就是跟他怎么说，然后自己手画一个图纸，做完一遍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不能一口气的全部做完。我一想到下半辈子养老的地方，还是得要自己多用心一点，哪怕麻烦一点或者成本高一点，我都尽量的就是能够做到自己没有多的遗憾吧。在
块地花材终于做好了。哎呀，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喽！看我院子现在干净不？大家好，我是影子。看到这个大机器没有？它可能是我院子里面最后一个大家伙进来了。就是你看，刚好这个门可以进出，差一点点它就不能进来了。我院子这里是在打一口水井。我家院子这个位置后山不高，所以没有山泉水，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水脉过来，所以就只能打井，就是打地下水。我打井的目的主要是因为不想喝自来水，泡茶煮饭都想用井水，还有就是院子里面有2个鱼池，用自来水养鱼的话，它也不容易养活。我们这边它是20米以上是151米，超过了就是200块钱1米。它东西其他比如水管啊，还有机器抽水的机器都得要自己买的，所以一口井下来，正常它按60米算的话，也就是差不多15000左右吧。如果打100米，就将近就是2万多块钱一口井，其实成本也挺高的，而且它也不包一定有水。他说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水，但是家庭用水基本上还是有的。我这个地方打到10多米就你看就是地表层的水就出来了，但是他们一般打到这里还是再继续会打下去，就是一直要打到就是石头嘛。现在打出来这种颜色的石粉，它下面是青石的，因为这个石粉特别的细，可以判定它里面的石质是比较软的，就是不晶莹，所以应该水量不会很大，池子的水质都会比较好。只不过地下水都得要去检测一下，还有就是过滤沉淀以后才可以饮用。为了能喝上天然的水，我也真的是豁出去了。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想到打井，院子现在做的差不多了，再来打井的话，它的灰特别多，把院子就又弄得乱七八糟的。现在打了61米以后就有这么多水，基本上水量就这么大吧，也不是说十分的大，但是我民宿应该是够用了，而且这个水是越用越多的。下次你们到我家来就可以喝上一口井水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要去整理院子了，打出来好多的粉呀，拜拜咯。大家好，我是影子。我院子围墙边上以前这里是一块菜地，现在我是准备把地面上都铺好老砖，还有这种石头，然后做一个壁炉，就是站在高处喝茶烧烤这样的一个区域。我帮忙把中间这条路铺好了，然后两边是用老砖来铺平的，因为如果直接全部用老砖的话，它整个地面长青苔以后就容易滑，所以中间有用石头老砖作为点缀的话，就会相对好很多。之前我以为用砖铺地面也是要用那个水泥，加水，没想到直接用水泥或沙子就可以了，然后用它地面的湿度和砖的湿度，它就会自己固定起来。看我又跟师傅学到一样铺路的绝活。一开始的时候实验，我铺完这整片地以后，哇，我现在铺路特别厉害。如果下次还有路铺的话，我都可以单独用人拼出来了。这几年装修我的院子，虽然有时候真的很辛苦，但是每一次都是在体验的过程中，好像感觉自己又学到了新的东西，也挺欣慰的。看到每一个成品的出来，又有一种成就感。
就像现在的我一样。把这个路做好了以后，我走在上面的感觉都是比较亲切吧。之后师傅们下班了，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面，看到每一个角落，会有一种幸福感。偶尔再回过头看一下我以前录的视频，从原来的样子慢慢的变成现在的样子的整个过程，像看电影一样，在看别人的故事一样。好啦，地板铺好了，看我技术怎么样？现在师傅在做防腐木的栏杆。大家好，我是影子。看我的民宿小院是不是一天一个变化呀？上次把墙砌好了，但是有点高，所以这里要叫师傅帮忙做一个防腐木的护栏。用其他材料也不好看，所以还是选择了木头。因为有想过木头用的时间可能会短一点，但是我民宿整体都以木结构的，所以用其他材料也不太合适。护栏以内的还是算院子里面的活动区域，护栏以外的就是菜地了。因为上山得要通过这条路才可以上山，这样的话山下可以种花草，山上还可以种点菜。就这点小坡也是边做边改，弄了好久。墙体也是想到怎么做，然后又去改又去做。今天也算是基本完工了，这边就不动它了。接下来可能就是种花种草种菜了。离我的目标终于又近了一步。越装修到后期，我感觉反而还有点压力了，因为后期花钱的地方更多。因为我真的觉得装修是一个无底洞，就是好像再多的钱都是不够的。还好，我终于把大的就是基建全部都做好了，剩下的也就是一点点软装。好像感觉这一年来真的太不容易了。就是用尽全力想要装修成自己理想的样子，但是最终还是有一点草草收尾的感觉。各方面其实我都有想到该怎么做，但是费用太高了，有一种败给了现实的感觉吧。再加上今年的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一个尽头，促使我就是不得不把自己的想法再收一收，把整个框架搭起来，尽量的完美。有一点我还是相信的，就是目前所有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喜欢的，并且也是很实用的，没有那种异想天开的想法。护栏已经做好了，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我的小院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喽！大家好，我是影子。看到我上次砌砖这个平台了没有啊？今天师傅帮忙把栏杆给做好了。做上面一个栏杆的时候，好多网友建议我用那个砖来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办法，可是师傅这边已经做好了。我这种是用防腐木做的，应该用的年限不会很长。我是想着等这个坏了以后，下次我再用那种老砖来砌一个这种围栏。我都可以想象得到用砖砌应该会好看一些，比较符合这一片地。靠在山边，我基本都是用老砖给砌的墙嘛，如果配上用砖砌的这种护栏，应该是很好看的。我发的视频，好多网友都给我一些很不错的建议，只不过有时候我已经就是发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一半，然后师傅把料都给备足了，就没有办法改了。因为料还有师傅的工费都挺不便宜的，如果改一下，我的料又多出来了，然后工费也就是用进去了，还是省着点儿吧。
我个人还是就是喜欢偏向于中式吧。还有就是婺源这边，它是老徽州，所以它房子的外形还有徽建的话都是统一风格的，这个是不能改的。不过不改也是很好的，我特别喜欢。到后期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搭配，都还是不脱离主题吧。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护栏用木结构的，然后再上一层漆，这个整体的院子搭配起来的话，也还是不脱节的。从我这个护栏的角度看，我整个院子就这样子，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好，我是影子。我民宿院子里面堆了好多泥土，这些泥土都是在整理菜地的时候上面有多，然后就直接从上面弄到院子里来了。这一堆泥土看起来不多，但是我整理了1个星期才弄好，因为院子其他地方的泥土还少了一点，所以就把多的运到少的地方给它填平。如果实在还有多的话，就是在树的地方做一点小小的坡度，到时候铺草皮的时候就看不出很大的距离了。我民宿总共有2栋楼，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木结构的都是我这4年以来自己改的。1栋楼中间加了有走廊，还有凉亭。整体的话，因为楼是围绕着院子做的，所以院子比较大。整个院子的实际面积差不多有400平左右吧。因为我就是对房子的要求或者是地理位置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注重，我就唯一想要的就是有一个大大的院子，就像现在这样，哪怕再辛苦的去做，我都心里边还是高兴的。所以即使花1个礼拜，我也愿意自己亲自的去把院子给整理好。特别我在挖泥土的时候还有意外的收获哦。从菜地上挖出来的泥土，我慢慢挖的时候，看到没，我就捡了好多这种碎瓷片。我每挖一点，看到一个，我都把它收集起来。就这些都是我这1个礼拜左右收集的。我之前还有一些大块的没放到这里来，这些都是我开始挖地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块的，然后我现在又把它整理的时候，又把它们给翻出来了，所以生活中总是有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惊喜。来，你们看一下多不多呀？下一期视频我再把它们整理出来，再就是洗干净给你们看。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拜拜了。大家好，我是影子。上一期视频我不是说从我家菜地挖出来好多的那个碎瓷片吗？后面我整理院子的时候，在那个泥土里面又翻出来了好多。今天我就把那个院子里面翻出来的整理出来，然后再把它洗干净给大家看一下。神奇的是，就是我最后这一次翻出来的，跟我前2年捡到过的一个碗，我竟然找到它们同时就是同一个碗的碎片了。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地方不像是一个单纯的住宅了，因为不管是哪个大户人家，那个地方都不太可能会有那么多的碎瓷器出来。然后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瓷器的出入嘛，它好像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泥土挖出来就特别的多，然后2边都没有。这些瓷器的年代我也不是很懂，但是看到往期视频很多网友评论的话，应该是清代的青花比较多一些。不管它的出处了，反正我是蛮喜欢的，因为我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在收集。因为房子装修的时间比较长，前2年的时候我收集了一些，中途又打扫卫生打扫了好几次，
打扫卫生的阿姨也帮我，就是不小心扔了一部分，但是很庆幸的是，我最早就是我买了一个木桶嘛，我就洗好了以后顺手放在木桶里，所以那一桶的瓷器都还在，当时没洗的放在塑料袋里面的可能就没有了。先把这一批洗好，然后我再回家拿我木桶的那一批最早的瓷器。其实桶里的差点都被我遗忘了，我找了好久，我想了好久，我说好像我是有放在家里，就是我专门把它提出去放到家里了，但是一时想不起来。在无意中我翻仓库的时候，又翻到了木桶，打开一看，哎呀，里面又有那么多的瓷器，好好玩。后面我把这些所有的装起来，那里都刚好都可以装满了。现在你们看到的只是我这一个礼拜整理院子的时候的一些碎片，因为它们比较小，所以当时挖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当时挖的时候把大的都给捡起来了，小的有时候没看到。院子里面因为我要种草皮，所以泥土就把它挖得比较碎，这些瓷片全部都又出来了。洗好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桶吧。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桶，我就把它给收下了。我没拿回家，就直接放民宿里边，顺便把这些瓷器洗好了放里面。看到这个碗没有？当时是有2个碎片，我这一次洗的时候还有一块是跟它一起的，就是我洗那个碎片里面有一块，神不神奇？主要这个青花特别亮，所以我一眼就记住了。我这里还只是一部分，还有好多，我到时候全部拿出来摆开看，还能不能拼凑其他的碗出来。你们说它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瓷器啊？而且它是在我院子边上的菜地里面挖出来，还有一些老砖块，一个礼拜就装了这么一大桶，装得满满的。好的话我还可以修改。我的壁炉就坐在这个位置，就是山边上这里有一个大大的平台，3层的平台。去菜地的这边每年下雨总是怕荒，然后今天让师傅把这个路给修好了，就是我如果出入菜地就得要方便一些嘛。壁炉的位置是在另一个角上，就是方便烧烤啊，还有就是烤红薯啊、烤火之类的。护栏也都做好了，现在这个护栏的位置是有一条大金毛跟了我好几年了，是给它做家。下面是种花，现在我洗东西这块地拿来放桌子的，边上做壁炉。前2天到朋友地里拔了一些菊花，把这一条全部种满了，一种上就开花的感觉。之后把路也修好了，这样上山就方便很多。哎呀，装修到后期真的是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能看到希望。那我就在线等各位的意见哦，看我的壁炉那样做对不对？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明天见咯，拜拜咯。大家好，我是影子，哈哈，今天又来了。今天我终于对我以前收集了好多块的老砖下手了。有时候在我院子里面，我就喜欢这样子把自己收集的东西拿出来，然后用1天的时间去打理它，慢慢的一件一件的去细品，就是我收集来的这些老物件。这样的一天我都觉得特别的幸福。那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这块砖当时捡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它是残缺了的，所以人家当垃圾扔到了河边。然后我现在你看用砂纸磨一下，基本就看不出来，因为它缺口不是很大，所以我就没切它。如果像这种的话，它缺口太大了，预补的话也不好补，补出来会有痕迹。如果就是只能用刀把它看整个形状处理一下，切出来，把上面这里切掉再洗好打磨，还是比较好看的。而且这个是2面的，当时也是人家在那里不要，
然后就把上面切掉。哎呀，整体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但是这个好费时间。现在我这块砖已经洗得很干净了，这边还有粗糙，我用这个现在的青砖把它给磨平一点。这就是以前徽州水磨青砖，以前徽州匠人磨这个的时候，一天只能磨3块，大户人家。门楼上都有的水磨青砖就是这样磨的吧？是哈，我猜哈，不知道是不是像我这样磨，应该不是。像我这样蹲在这里磨一天，3块可能早就吃不消了吧。这个砖真的很吸水，所以它一定要很多的水，不然磨不出来。这种泥巴呀，就特别难看，然后要小心翼翼的把它给刮掉。这个一定不能用机器的，得全部用人工的才可以。而且你看这一点点，所以我刮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怕把这个砖雕给损伤了。因为砖雕是很脆弱的，得要保护好它，就要慢慢很有耐心的一点点刮。我今天是刮不完了，就像这样。这块砖就已经磨好了，现在就是等它干了以后啊，上一下漆就好了。反正我现在从每个角度看，基本看不出什么瑕疵了，就是有的我自我感觉是瑕疵的，我都给磨掉了。这边也是用青砖打磨了一下，我觉得磨到这个度就可以了。如果磨得太狠了，怕影响它原本的这种色彩。反正我看这个砖是很完美的，但是或许有的人看他可能就觉得破破烂烂的，没什么意义。但是我看起来反正就是完美无瑕的。你看呢？这块砖我也是特别喜欢，它整个雕刻的就是首先比较完整，然后我也是找不出很多瑕疵，反正我就是喜欢的不行。而且它里面我把它一点一点的就是泥土都给抠出来了，也刷的还可以，只是我还没打磨。如果用砂纸再细细的打磨一下可能会更好，因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然后再刷上一层清漆的话，随便做个框框摆到，看到没有？有没有很美呀？反正这些就是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也会很不理解。哎呀，总之我对今天这2块砖还是非常满意的。今天不知不觉从天亮一直做到了天黑。好了，明天我们再见。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咯。我是影子，今天又来了。那这个啊，今天一早起来就在折腾我这3条凳子。民宿的负1楼有一个小包厢，放了一个8仙桌，但是没有配到凳子。这3条红豆杉的木凳怎么样呀？它在户上的时候就是不是很爱惜它，然后用来剁猪草，给切的破破烂烂的。我现在把它刨平一点，放到民宿里用，好看一些。这3根凳子是我昨天到乡下收来的。他说这3根都是红豆杉的面的。来，你看录一下，看这3根面，它不是同一家人的，但是从户上收来，3根差不多的。这3根面都是红豆杉的。刚刚刨了一下，就是他以前做的有点坏了，刨一下面稍微好看一点。但是它下面这里，哎，你看这一根的下面，它这个是不是红豆杉？这里是婺源的杉木啊，这个都很老了。这个款式我蛮喜欢的，就，哎呀，毫不犹豫的收来了。这个是红豆杉的，你看啊，这个是红豆杉的，3根凳子一起880块钱。哎呀，刚好配我的一个8仙桌。这个也是杉木的，这也是杉木的，是吧？现在让木工师傅打都打不出来了，来，
这拍个照片嘛给我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明天见。大家好，我是影子。3、2期视频我都待在家里倒腾我的老物件，结果给网友喷了，说我是破坏古董小能手。然后今天我自我反省了一下，确实很不对，所以我直接钻到山里面来了。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婺源的大山深处吧。这种蕨在婺源随处的一个山谷都有。我现在把它拔回去做盆景，它这种繁殖力都很强的，而且把它洗出来也很好看的这种。我现在到婺源这个山上的一个小溪，沿着小溪走，然后就可以挖到很多像这一类的一些水生植物吧。这种蕨类植物啊，特别的多，在婺源随处可见，但是长到这里不起眼。等我回去以后做完盆景以后，你们再看，可就不一样了。赶紧挖一点回去。下次你们到婺源来，我带你们到山上挖，做自己的盆景。背着，看一下，随便打理一下，做出来就很好看。出来了总是会有收获的，我每次上山都有不同的收获，乐在其中。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是早上一早出门，然后上山带好干粮，在下午下山。多不多？好不好看？天然的秋千，是不是？哎呦，来这里。嗨，哟，哎呀，这是什么树啊？这是一种木本植物。你看这个叶子，绿油油的。挖不动。哎呀，看你这个石头长满了青苔，哎呀，好可爱啊！看，虽然这个石头不是很好，但是上面的青苔好看呀。长满青苔的石头啊，还有就是婺源山沟里面的菖蒲啊、水蕨之类的。挖的这个是叫水杨柳，它生长在婺源的小溪边上，只要有水都可以生长。它的那个叶子是可以蒸来吃的，那个根的话是用来可以做一种药材的。所以这段时间我可能会经常上山挖一些这种野草之类的，一面还是有药用价值，然后作为绿化的话也挺好看的。民宿的每个房间我都想就是做自己的盆景或者是插花放到房间里面，是不愿意去买花店里的绿植，总感觉没有这种自然的这么舒服吧。我每次上山都会带一些植物回来，我今天挖回来的把它做成一个盆景。虽然我挖的植物都是在婺源来说很普通的植物，它比较容易生长，并且四季常青，大部分的就是用水它就可以成活了。其简单的方式，然后布置一下，放到房间里面还是挺美的。有时候我一个盆景的话要用1、2天的时间去挖，然后去布置，还要用长期的时间去打理，好像挺繁琐，但是没办法，我喜欢呀，所以我就愿意花多的时间去做。希望每一位到我民宿来住的客人，每个房间都能感受到这种自然的气息和我的一份用心哦。也许
也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每一盆花一定不是在花店就可以买到的。师傅以前是做烟囱的，他做烟囱已经做了20多年了。好多就是一般没有做过烟囱或者是窑洞的师傅做这种壁炉是做不起来的。我就一直等这个师傅排队，都排了1个多月。这个位置也是一直空着，就等他过来。我这几天就帮这个师傅打下手做小工了，哈哈，更详细一些。我就把整个制作过程都拍下来了，然后视频很长，所以我就分3天来发。根据我们师傅做的每一个进度，然后发每一条视频。今天的视频是第1条，是做壁炉下面的一个弧形的这样一个烧火的地方。好了，你们慢慢欣赏，我去干活了。这个弧形的门做好了，今天我就跟着师傅继续做小工单针哦。在民宿装修的这几年里面，我现在做小工可都是行云流水了。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挑，现在的话我基本上挑都没有问题了。最开始像这样一趟只能一次挑4块到6块。然后还挑不动，现在我可以挑10块，都一点问题都没有。水工在做完这个壁炉以后，还会做一个柴火灶，就是基本上收尾了。壁炉今天做一下，明天应该就正常做烟囱，也就做好了。好吧，你们接着看做壁炉的详细过程吧，我又去挑针了。
金镶玉的竹子啊，婺源这片山上整片都是这种竹子，特别漂亮。它这种竹子的竹竿整体呈金黄色，然后每一节的就是竹竿里面都有一条是绿色的，也就叫金镶玉。我挖了一些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的回去做盆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所以我一直都特别喜欢竹子。我院子边上有一个套房，我就整体是以竹子为主题布置的。也不管是鲜活的竹子，还是整个房间的布置里面的类似，我都采用了这种竹元素的。也就是这一点点的面积，我所收集的竹苗的品种差不多都有6、7种的样子。大部分的竹苗都是婺源比较常见的，比如紫竹、苦竹、水竹、米竹，还有就是这种金镶玉竹。我的竹子品种不好，所以就是对它的形的要求特别高，不然种起来就不好看。所以我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上山去找这样子的竹子。有时候也会顺便带一些其他的就是植物回来做盆景。反正就是一出门回来总是会有收获的。你看我现在整车都装得满满的，基本上把这个越野车也就当成拖拉机了。有时候我在想，等我赚了钱，我一定得要去买一辆皮卡车。然后车上装满了工具，随时想下山开着车就走。因为婺源这边森林覆盖率到82.多%，所以这边的话，山上的野生植物是特别的多的，包括一些中草药，还有很多野生的果实啊。哎呦，都就每一样木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包括每个房间的绿植，还有就是花花，我希望是我自己亲自上山去摘的。因为有些装饰只有自己可以懂，就是如果别人去插的话，他不知道你想要的什么效果，可能就按大众化来插，我就觉得不是很理想。民宿这装修4年以来，就是不光是房子的户型，还有整个院子的外观，也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监督过来的。虽然算不上很完美，但是对我个人的空间来说，我会感觉到很舒服就行了。装修接近尾声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基本上会上山去挖一些婺源的绿植啊、中草药之类的，就是把它种在院子里或者是房间里，让每一个环境的氛围都会觉得轻松自在吧。绿植也不一定是那种很名贵的一些植物，就是比较自然的，我觉得就好。毕竟我也不是专业就是做园艺的，所有的布置都是按自己的心情、按自己的审美来做的，就是任由自己的思想放飞，不去刻意的用一板一眼的模式去设计整个盆景。因为对于我的出发点，我不一定会做出精品，但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比例，还有就是自己想要的总体色调搭配，让人感觉轻松自在舒服就好了。因为我主要也是映衬这整体院子里面的一个氛围。或许有时候感觉太专业太刻意的话，我还并不一定就是感觉到会压抑吧。我之所以这么用心去打造这个院子，就想营造一种简单轻松自在的环境。今天这盆竹子就做好了，我是放在那个白墙前面的，所以就是整体按照墙体来做的高度。好了，我再放到房间里面对称一下比例减脂。因为这个院子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在10几年前就一直想着就是拥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然后装修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之前也是一直努力的工作赚钱，
现在也算是心想事成了，因为我终于有了院子，有苗不愁长，所以我就一直在我的院子里面折腾。也有网友说：“哎呀，这么一个院子需要装那么长的时间吗？”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按正常装修，可能要不了那么多的时间。但是我从外观还有整个户型，就是改建来说的话，确实要这么久。我第1年基本上就是在定户型，就是把原来的房子户型全部敲掉，然后把垃圾运出去，这样基本上都花了1年的时间，然后再把敲掉的再补上，又花了1年的时间。接下来院子的整改呀，也是用很多的时间去整改，有时候我做好了一点不满意，我都得把它改掉的那种。我并不是那种处女座完美主义，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院子就是我养老的地方，所以我就一点都容不得它有让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这个假山这里，我这边是一个套房，竹子为主题，然后我想再套各样的这种野生的树苗，当时看起来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挖回去稍微剪一下形，放到房间里，还是觉得挺禅意的。看我今天的收获多不多呀？哈哈！是做一件事，一晃悠就是1天。我看这么多回去，我今天只能做1盆，剩下的明天再做，因为马上天快黑了。好啦，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去做盆景了。待会儿你们看一下我做出来好不好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载物锦书。雁字会是霜月洒满西楼，三生石上书戎马轻舟。曾借轩窗明月光，对镜描眉画红妆。单纯烛影爱当交融至焚香。忽见粉蝶潜入窗，回望若壮冠军郎。红笺淡色徽章尽凉霜。大家好，我是影子，今天是12月1号。我民宿开业的日子从倒计时来算，整整1个月。我的家具都是到家具厂定制的，在楼上吧？因为时间也比较紧，然后我今天就到家具厂来看一下我的家具做成什么样子了。我民宿的内饰基本上以新中式为主，所以家具我基本上按照构思师画的图纸，让厂里帮我做，都以简洁的民式家具为核心来定制的。木材主要是采用的是榆木，因为做民式家具的话，它线条比较细，所以木头软了就做不起来，也不好看。是我家1楼的门板雕刻的，这个还没上色，看起来还挺好看的。这是别人做的，看这种也很漂亮，但是这种成本可能会比较高，然后也有点花了吧，这样没上漆看起来都还挺好看的。我民宿总共是有10个房间，然后加上木楼上的窗花也都是家具厂做的，所以工作量挺重的。现在木工、水电工、家具厂都在帮忙赶工，所以我都跟他们说元旦要开业的。其实我都已经装修了4年了，也是时候该看到成品的时候啦。大致给他们定的时间，他们因为接下来年底很忙，也好安排。因为这4年的时间，把我性子真的是磨得很平了，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比较佛性那种，
不急不躁的，然后也尽量的想把事情做得更完美一些，想得周到一点。但是今天去家具厂看了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总之随缘吧。看我们大家都在热火朝。大家好，我是影子。今天我又开始折腾我的椅子了。前段时间淘了10几面椅子，是实木的，我就觉得这个形状挺好看的，但是它这种颜色用了那种火烧的那种漆，看起来花花的，我不是特别喜欢。然后我就想用那个磨的那个机器把它给磨平，就是磨成原色的，长得应该挺好看。但是结果我好像失败了，怎么磨都磨不出来。我现在把它洗一下，然后就是把它喷成黑色的。虽然现在我也不知道喷成黑色是什么效果，但是我想象应该是好看的吧。我叫了油漆师傅帮我喷一下，因为我怕我自己刷不好。说他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先帮我喷一面椅子，如果好看再接着喷。这几年的装修里面，我真的接触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不停的改造，然后不停的增加元素、删减元素，体验了很多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工作，还有生活的一些琐碎繁琐的事情。虽然会很累，但是我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成长，对于我来讲应该是很珍贵的一段回忆吧。很多网友或许都不看好我民宿以后的生意，或者投资这么大的回报率。其实我觉得这真的不重要，我觉得一个人的经历或者比结果还要更加让人珍惜吧。从我选择重新开始的那一天，我对以后就没有想过有多少回报。每一天的经历，还有我每一天所学到的，感受到这种朴实的生活，换一种就是前所未有的心境，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就如同这面椅子，对先前的样子我不是很满意，改造后我还是很喜欢的。希望我的人生也像这面椅子一样，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并不一定是投资或者回报率吧，我觉得我还是很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会一直向着太阳的方向，把自己过成想要的样子。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咯，我们明天见。大家好，我是影子，今天擦了一些旧木料，所以今天又过来了。真的好有烟火气息呀，还有这么多的鸡，哈哈。我就喜欢山上这种杂木的老木料，然后把它抛光以后，木头的纹路都特别漂亮，而且这里价格也不算贵，它都是按立方来计算的。我这里过来比较方便，所以我每次缺点木料就过来淘。下面这一块没有6公分的。有，这差点，A4，画来看。缺口处抠了没？我选的这几块都是山上的竹树，力度还是满意的，拉起来好重哦。打磨出来应该就是它的颜色都还是好看的。其实这个门的木头比的不太好的，这个是剪缝，这个。而且我今天还有意外的收获，这张桌子是红豆杉的，而且看这个雕刻年份的话，应该也是还蛮久的。是这家主人他一直没有用，放在家里，所以它料子看起来有点白。像经常用的话，就是有包浆以后就会更漂亮了。唯一的缺陷是它有一个角，就是放久了以后有点坏了，得要垫一下。这
正好配我的红豆杉凳子，是不是很完美呀？它的面板也是红豆杉的，就是刚好碰到红豆杉的一个节上面呢，会有一点点空隙，只要用出来都还是蛮好的，就期待我到时候把它用出包浆来吧，哈哈哈。因为这面桌子整体没有修整，所以看就是卖相不是很好，所以价格给到我也是很便宜的。我们这家店里面，像正常品相比较好的，他们是卖3000多到4000的样子。我这一面才1000多，等我把它盘出高大上的感觉吧。哈哈。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喽，明天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喜欢一种元素的时候，会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呀。大家好，我是影子，我就是这样子的。你看我特别爱竹子啊，所以在我民宿装修里面，我用了好多种竹子。现在看到的这种是斑竹，就是平时我们做茶具、折扇用的梅飞竹的原料，产地以热带为主。到了一定的海拔，会有那种真菌把它给侵蚀成这种有斑点的竹子，每个斑点都会不一样，特别漂亮。我就把它用在了我民宿的装修里面，还有床头的背景墙。现在看到的这种竹席是四川那边特别多，也就是我的老家。我们小时候经常跟着我妈妈一起编这种竹席，我们是用来放床上睡觉的。婺源这边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我是把它用来作为餐厅的一个吊顶。还有就是以竹元素为装修的套房里面的点缀，它每个人字路的宽度大概在1厘米左右，就是看起来比较小巧，也是纯手工编制的，做起来还是蛮精致的。我看到这些人制路的竹席，总是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场景。可能年纪大了，总是会回忆吧。有时候我民宿里面的每一件东西，它都充满着故事，有些是我的故事，有些是我喜欢的故事元素在里面。这款竹子是玉竹，就是做玉竹扇的一款竹子，我是把它用在了1楼的楼道边上，因为我之前是做扇子的，所以这也是在我以前的一个工作。善良知己，须臾出境地，一起度过最完美的生日晚宴。为了这样一个场景，我特意在我院子里面空了一块地，布置这样的一个场景。大家好，我是影子。我现在搭建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临时支架，因为到年底了，我家人生日，所以我特意
我一直认为没有柴火灶的民宿是没有灵魂的民宿。大家好，我是影子。为了能喝到纯天然的井水，我打了一口井。为了民宿里面有更多的烟火气息，能够吃上香喷喷的柴火饭，所以我特意在我民宿里面做了一个小厨房，请师傅帮我做了一个灶，用井水煮饭，柴火烧锅，是不是感觉又回到了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呀？因为做一个灶的时间比较长，我把全过程都给录下来了，所以我分2集发给大家。现在是第1集，好了，整个步骤都在这里了，你们就慢慢欣赏吧。